我们再来讲一个，就是所谓的单位设定哈。那单位设定这个东西，你只要把它写 unit， 这是指令输入哈。那我们直接从这个地方打 units， 就直接可以进到这一个那个单位设定的框，好，对话框，好。那这对话框的时候就是这样嘛哈。那各位就看一下。那单位设定这是观念哈，它会影响图档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一个观念是说 ，AutoCAD 上面的一个单位是多大？1公分，还是1 mini， 还是1公尺？不一定，由你决定。测量大概都是1公尺，好，测量。那建筑图大概是公分，机械图大概是 mini。所以这个单位由你绘图者定定，好。那第二个可以决定小数的输入方式，通常我建议各位小数点下输入4位，啊，设定的时机，建立图档后就要设定，好。那个如果不用时间位置，就要先设定单位，其他可以不设单位，好，那这各位了解就好。然后单位的设定的话，你看开启设定有这些。我们等一下操作一次，好，画面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操作哈。第一个一开始的时候，来，你看这都一样嘛，对不对？那以前旧的东西，你会发觉 AutoCAD 2004年的档案，其实2000年版以后就没有差异太大了。你以后慢慢的去看哦。所以我为什么说教各位上礼拜教你说用什么？我们传统的制图的视窗，对不对？你要记得用指令输入，那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来，第一个实境位置小数点4位，可以。角度呢？角度你要用度分秒吗？看你，好，像我们测量就要用度分秒，你就用度分秒，好，你不要用土地测量单位哈。那进度有进度角，但这个我们暂且都不管它。实境位置，然后呢，插入比例你要设定吗？好，如果你要设定 mini 的话，它将来绘图就以 mini 来看。如果你是无单位，由你自己决定。好，懂不懂？好，他这边讲光度，这是3D 的时候，好，知道吗？好，那你要设无单位也可以。好，那这个精确度的话，这是角度的精确度，长度的精确度。OK， 好。那我们在讲方位角的时候是顺时针，所以你这边在做导线测量的时候，就必须勾选顺时针，了解吗？不然它就是逆时针。好，再来还有一个方向，我们以东边为0度，就是所谓的卡式坐标系统，正东边为0度。然后呢，如果是逆时针的话，就第1象限、第2象限、第3、第4，了解吗？那如果是导线测量顺时钟勾起来的话，就不一样了，懂不懂？以正北边为0度，导线是不是正北边为0度？然后开始往下跑。好，这要做导线的时候，这边要稍微留意一下。我们这个按照它内定值，好，这各位了解一下单位设定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所以这个单位设定其实说起来很简单，你要清楚它概念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你都不用它，它就是原照原里面的设定这样子而已。OK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这个应该没有问题。等一下操作一下，好。那你可以看一下单位设定，这是2008的界面，这是2022的界面。我问各位，相差了14年，有没有一样？你如果跟我讲不一样啊，这个差一点点，好，我可以认可你说的不一样，但是它的大小位置不是接近吗？所以你不管在任何的版面，你看我举例给各位看。我要跟各位强调说，你要注意那个工作区。如果你习惯用制图与注解，没有对错啦，好，这只是说方不方便。你说在哪里？单位设定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在哪里。每一次新的版本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我只好怎么样？我这边打一样可以出现这个东西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指令是我觉得 AutoCAD 最重要必须要学的，它跨越版本，懂不懂？你看2008也是出现这一个，甚至于2000也是这样，22年前，所以它的进步事实上是慢慢每一个版本进步一点点，好，不能讲没有进步。
可是该有的东西还是差不多的，了解吗？懂了吧？哈，所以各位懂这个就好了哈。至于这工作区的切换，看你自己哈。好，我习惯是切点型啦，好，那是个人的工作习惯啦，没有对跟不对的问题哈。我还是强调这一点，你只要能够图画出来，画的熟悉就 OK 了哈。好，那这个就大概整个那个的切换方式哈。你看这个是by layer，好吧？啊。因为我的视力没有很好，所以我会把解析度放大，那个拉近一点哈。好，那你再看一下，这就是所谓的指令的输入哈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指令的输入了哦。好，那 AutoCAD 的指令输入其实各位可以看到哈，就是基本操作指令、绘图、显示，这是分类啦。编辑指令、规划指令，还有什么文字跟标注指令和其他指令。那我们不是说分别这样操作，我们画一个图一定有基本操作、绘图，还有编辑，甚至于其他都要配合着用，懂吗？好像文法说啊要用什么8大文法等等之类的东西，但是在讲一句话的时候，这些主词、受词都会出现，所以指令很像在讲话。那它有它的结构，那英文版是写 command 冒号，那现在中文就变这样了。你现在看到我们的好像2017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哈。那你可以看一下，就大概就这样而已了哈。那指令的意义是什么？你怎么去用它？好，那再来，其实它这是讲说语言的东西啊哈。AutoCAD 其实哈，你要跟他表达你对他的爱意哈，他是不理你的。譬如说你看啊 ，I love you， 对不对？对不起，你看导不出来啊。LOVE， 你问他 love 是什么？他问你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告诉你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跑进这个出来了。好，他跑一个最接近的东西。原来 AutoCAD 里面所接受是一个指令里面有的东西，它才可以呈现它的功能。你要跟他讲话，他是不会理你的，懂吗？他还没有人工智慧 ，OK， 好不好？懂不懂？好，不能说 Who are you？Who 好，你看它就出现一个类似的指令 ARE， 不行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他对话，他并不是一个人。各位不要把它讲说你跟他讲话，所以他并不存在这些东西啦。单字、片语、句子、论说啦，没有。你要告诉他什么指令做什么事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指令怎么输入呢？指令的输入就是指令冒号嘛，以前是这样嘛。那有几个要注意 ：escape 中断指令。好，那 enter 或空白键继续执行刚刚的指令，上下会调整。那一个中括弧出现的数值是内定值，你按下 Enter 代表承认这个内定值。那 Tab 可以切换。那透通指令这一撇红色这个哦，在各位的 Enter 键左边那个键盘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一撇？好，这个是透通指令那一个键盘，这叫透通指令。这尤其我们用在 Offset 的时候做计算的时候会用到这个指令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先看一下。我在后面绘图会谈到哈。好，那各位就看一下这些东西哈。你看 escape， 比如说我现在在打一个指令叫做 line， 它会出现这个。当我按下一个 ESC 就逃掉了，就回到原来的地方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回到输入指令的地方了 ，escape。好，这是按下 escape。然后再来，如果按 enter 呢？我如果往刚刚指令，你看我按下 enter 哦，我刚刚是不是输入？我按 enter 我没有输 line 哦。刚刚是输一个 line， 对不对？那如果我现在会画圆，对不对？我 enter， 好，假如我画一个圆，好，那我现在再按一个 enter， 它又出现这个 circle。所以 enter 都是你出现指令重复一次指令。再来上箭头，你看上箭头，现在离开它哈，因为现在在指令当中你没有办法处理哈。那你现在按上箭头 circle， 再按上箭头 line， 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指令列这么的变化？所以原来这些东西就是这样去做而已，哈，了解了吗？好，有中括弧的，比如说我再输入一个新的指令啊 ，offset， offset 哈，好，你有没有看到它这样？好，然后如果它没有告诉我们距离嘛，如果给它10。它可以画一个同心圆，很小哈 ，OK， 好，那 offset 你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个中括弧了？
10，我刚输入10嘛。如果你同意它，按 Enter 就过去了。如果你不同意，现在100。好，一样哈，就是说那中括弧的使用方法，你看它往外再复制一个同心圆，距离间距它是100。好，了解了吧？这就是所谓的中括弧。好，那透通指令我又教到的时候再跟各位谈哈。现在谈比较抽象，也可以啦，也可以啦。好，好了，直接谈啦。比如说现在这个东西，我在这一边要复制。长度我不晓得多少，假如说这一条线我要偏移多少，就是说复制这一个同心圆距离多少我不知道。我现在要告诉你说，100除以8，100除以8你不知道多少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现在 offset， 各位注意，我撇下这个透通指令，有没有看到出现这个 CAL？ 这是 calculate， 然后我用100除以8，就是说偏移复制这个东西，我只要告诉他。我不用算它多少，这是100除以8。可能你会觉得怀疑老师，你真的有没有画对啊？没关系，检查一下。我们检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一段距离跟这边多少？你看看这一段刚刚从这边过来嘛，有个指令叫 di，distance，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这个是100哦，好，刚不是100除以8吗？好，来再看一下哈，来再看一下哈，叫绕亏哈。来，我们看啊 ，di 再查一次哦，从这边到这边，这个应该也是100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做一次哦 ，offset 应该是100哦，你再按一次 offset， 它是不是出现100？没有错，它是100。这个时候你看哈，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打透通指令 CAL， 你把100除以，我除以2好不好？除以2就好了，比较简单，50嘛。然后你点过来，你看看，再量量看，刚刚这边 DI 给它，你从这边到这边，你检查看看多少？50。所以你可以很精准的画你的大小，这就是一个 calculate 是计算的意思。好不好？那这时候穿插在这个指令的时候，我们叫透通指令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好，那这个是把它介绍一次哈。那各位麻烦你操作一下，等一下我们来教什么叫精简指令 ，OK， 好吗？好，麻烦你哈操作一下哈 ，OK。